七巧，站着干嘛？还不过来帮忙？要我把你抬过来呀？是。以前啊，在贵妃宫中伺候，偶尔过来拿拿东西，事事挑剔。真想不到啊，竟然到了这儿和我们一起干活啦！哼，哎，你别这么说呀，人家那时候可是长义，是万贵妃跟前的红人，当然要有些官样了，那样才行，对吧？对啊，也是哈。我不够忘了，拿些柴枝过来。快去呀！是。春华，青姿，你怎么跑来了？我听韩香说你被西厂监禁，还被人打了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告诉我。你放心，我好多了，过几天就可以回月宫局去。倒是你，以你淑女的身份，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奴婢住的地方？被人看见不好，你快点回去，过2天我去找你啊！哎呀，什么淑女啊？只是说起来好听罢了，看起来好像有身份有地位，其实我就像园子里的一朵花，无人采摘，慢慢就会枯萎凋落。怎么会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皇上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好啦，这些话我听得太多了，看见你没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走了。青姿，谢谢你。春华，你伤好了吗？好了，让你担心，真是抱歉。觉得抱歉的话，以后就别再这样了。我知道了。春华，
春华，你回来了！哎，春华回来了，伤回来了，伤好了吗？伤好点了，别担心，好些了我没吗？事了。春华，方尚仪、殷思月，前阵子让你们操心了。谁都知道错不在你，你是被牵连进去的。我们月宫局也是欲救无从啊。那些戏场的人来查问时，我知道方尚仪和殷思月都替我说件好话，春华已经感激不尽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无论帮不帮得上忙，总该实话实说呀。你伤得不轻，不多休息几天吗？我现在好多了，躺在床上太烦闷，所以想赶快回来和大家一起练习。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可以马上停下来，回去休息，知道吗？谢谢方尚仪。那我跟大家去练习了。好，好了，都去练琴吧。是。他可以从戏场大牢走出来，真是命不该绝啊！是啊。七巧，你是在吹火还是在喷烟呢？你看看，弄得大半个御膳房都乌烟瘴气的。你看看，你就别骂人家了，像这些粗活儿哪是他干的呀？他以前经过御膳房的时候啊，说是捂着鼻子走的，现在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也是，不过现在没那么好命了。月霞，哎，音乐姐姐，贵妃娘娘今天想吃点什么点心啊？绿豆糕吧。好，音乐姐姐。上次娘娘说很清甜可口呢。好，这就给你拿。哎，去取绿豆糕过来。是，谢谢啊。哟，这不是七巧吗？原来你被安排到御膳房来做事了，真替你高兴。每天可以守着这么多珍馐美味，当心吃太多会长胖的。哎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烟熏的还是火烤的呀？七巧，你站着干什么呀？火烧忘了吗？还不快点干活！音乐姐姐，你要的绿豆糕，谢谢啊，客气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姑姑，你行行好，救我出去吧！哎呀，你得罪了万贵妃，是她下令要把你安插到御膳房的，我有什么能来救你啊？姑姑，你在上宫局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在那里干活，很快会死掉的。姑姑，你救救我嘛！啊，你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道行不够就别挑起太多事端。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吃不了兜着走了吧？明白明白。那你现在给我想想办法吧。唉，谁叫你是我的亲侄女儿？我想想办法啊！谢谢姑姑。你呀，你吃过这次亏，一定要记住，还没有权势就千万别嚣张，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余地，别在后宫中四处招敌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你每次都是明白。
你呀，哎，七巧呢？啊，他在那儿呢。七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被调去御药房，专门负责煎药。谢谢江掌山，谢谢。你现在就到御药房去报道吧。被调进药房去。是。花开花落无人问，难道我大好年华就在这儿虚度？青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一时感触，学人家伤春悲秋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春华，你没事了吧？吃苦长大的人呢，复原能力很强。他一可以走动啊，就嚷着要回月宫局，又嚷着要来找你练武。练武？不练了。练给谁看呢？给自己看。青姿，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。是啊，我们奏乐，你跳舞，起码自得其乐。开始吧。哎，慢着，我们先做一件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还有阵阵幽香。残花上有余香，更何况我们还年少。虽然身处后宫，不过我相信我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的。只有你才这么乐观呢。前阵子还被人打得半死，你看他现在跟没事人一样，我真佩服你。你们都略知我的身世，我还记得我娘亲临终之前，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而是一直微笑地看着我。她说，还想多看我一眼。她还叮嘱我，以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这是她和我早逝的父亲对我唯一的希望。那天在大牢，我也觉得我自己必死无疑。我告诉天上的娘亲，我不能完成她的愿望了。不过老天爷如果再给我一条活路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们陪着我，一起完成我娘亲的愿望，一起过上好日子吧。来，一起过好日子。
看到你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抱歉，让你担心了。听说你受了伤，就在城外的药店给你买了药，但最近一直没碰到你和百姑娘，没有机会交给你们。我也知道，你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这药也没什么用了，但是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收下它。谢谢，谢谢杨月宫。春华，你才刚练完曲，怎么又来编乐谱了？应该多休息才是。我没事的，放心吧。春华，以后万事要小心，那样才能平平安安的。嗯，知道了。那我们先上楼了。好。遇见你，天意，更楼古面枕上，听梧桐夜雨，心相依，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春风沉醉，吹不沾愁眉。梦里有一梦醒，谁来相依偎？相思一夜，心变千江水。天若有情天要作，珍终不悔。七巧，周太后的凝神汤熬好了没？啊，好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做事小心点嘛。是。哎，七巧，七巧，怎么来看我有多倒霉是吗？哎，你怎么老是这么想呢？我是刚听说你去药房煮药了，我特地过来看你的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直同时守着10多个火炉5个时辰，要火眼金睛的留意着，不能把药煮焦了，不能超过煎药的时辰，更不能耽误了太后妃子们服药的时辰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别生气嘛。哎，等等看，等哪个宫里缺人了，再调你去做长医吗？你说的容易。我不打扰你了。皇上，贵妃还在听曲，朕先回御书房。是。二姐啊，哎，是皇上，贵妃还在听曲呢。都已经子时了，还在听曲，不去了，替朕更衣。是。臣妾。
你究竟想要朕怎么样，你才能高兴呢？朕乃一国之君，朕立妃你不高兴，妃子有孕你也不高兴，妃子小产你又说太后针对你，你还是不高兴。朕真的跟你相处得很累。娘娘，映月，待会儿传召杨勇今夜进宫为本宫奏乐。娘娘已多晚传召杨勇，不怕皇上不高兴？本宫就是要他不高兴。娘娘，你不怕把皇上推到其他妃嫔宫中去？皇上要去的话，留也留不住。天下最好的东西，不是垂手可得，就是求之不得。求之不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即使平常夫妻相处，那都是有学问的，更何况是皇上与妃嫔之间。后宫之内，只要稍一松懈，失去的不单是皇上的宠爱，甚至连地位性命也会一起丢掉。娘娘说的太深奥了，明明是要留住皇上，却又故意把皇上推出去。你不明白不要紧，快去传杨勇虚实进宫。是。乐谱一定要记录清晰啊！知道了，林大。哎，杨勇，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林大人有何吩咐？刚才万贵妃宫中派人来传召，命你虚实到万贵妃宫中奏乐。可是，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个晚上去宫中奏乐了。这我知道，但是在后宫，万贵妃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，我哪敢替你分辨啊？你还是快去吧。好吧。月宫杨勇拜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今夜本宫想听一些哀怨的曲子，你吹奏几曲，让本宫抒发愁绪。是。皇上，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贵妃夜夜听曲，真是有雅兴啊。皇上之前不能入睡，何尝不是到御园听曲？臣妾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不能退。你敢违抗朕？皇上要册立多少妃嫔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其他妃子有身孕，不许臣妾某时某刻进入御园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妃子流产，周太后暗中对臣妾非议，臣妾也不敢违抗。难道臣妾在宫中听曲都不可以吗？杨勇，继续吹奏。本宫说，继续吹奏。好，贵妃你好好听曲，好好伺候。
俗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何况皇上，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把后羿之事当作平常。你不必多说了，就让哀家长跪于此，向列祖列宗赎罪吧。皇上要册立多少妃嫔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其他妃子有身孕，不许臣妾某时某刻进入御园，臣妾不敢违抗。皇上的妃子流产，周太后暗中对臣妾非议，臣妾也不敢违抗。难道臣妾在宫中听取都不可以吗？朕贵为一国之君，想要母慈子孝，夫妻和睦，都这么难吗？慢走，慢走。欢迎再来，客官。你们先退下。不能退。你敢违抗朕？杨勇，继续吹奏。好好伺候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进宫未能帮你把遇害之事查出什么蛛丝马迹，却先是被情所困，想爱不能爱，现在又掉进皇上贵妃决裂的漩涡。刚才在万贵妃宫中，进不能，退不可，别说什么世子封骨，我现在跟那些宫中的奴才已经没什么两样。客官，我们马上就要关门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啊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太医，您快来看看。哎，这不是宫中乐工杨勇吗？哟，你醒了。请问，这里是？这里是御药房。昨天晚上在街上，不知是你醉了呢，还是被我的轿子撞伤了，倒在地上，叫也叫不醒。正好我回宫当值，所以也就把你带过来了。请问大人是？张殿，御药房的太医。啊，原来是张太医。在下昨晚真是失态了。我是杨勇，宫中的乐工，气别的作曲人。张太医如何会识得在下？啊，我虽是太医，但也略晓音律，在宫中也曾远远的听过你的乐曲。原来如此，杨乐宫的箫声令人动容啊，张某十分佩服。哪里？那在下不能再打扰了，在下告辞了。啊，请啊，请。
人生在世不称意，他朝散发弄扁舟。如果觉得在宫中有志难伸的话，不如及早隐退吧。在下昨夜酒后胡言，还请张太医见谅。酒后之言岂能做准？你说过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就算记得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不过作为一个御医，我想给你个忠告：如果觉得委屈，能退则退，借酒浇愁，当心坏了身子啊。谢太医指点。只是，这宫中之人，是说走就能走得了的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做人的无奈呀。想不到，太医也无奈。是啊，这也是我留在御药房多年的原因呢。今天被你一语道破，难免有些伤感呢。哎，杨兄弟啊，如果浅酌几杯的话，你可以找我作伴，总胜过一人独饮。否则失了分寸，更是容易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。好，下次一定和太医小酌几杯，以谢昨夜打扰之罪。告辞。请。又是一个伤心人呢。哎，杨勇，林大人有何吩咐？弃别那首曲子，你把乐谱弄好没有？还未完成。啊，没关系，那你继续做吧。是，大人。我是淑女邵青姿，请代为通传。请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我想见钱太后。钱太后正在午睡，不便吵醒，有什么事可由我来传达。哦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明天再来吧。但是太后近日经常到宗庙去拜祭先皇，你不一定能见到她。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义父有没有带家信给我？如果潘大人要是有信要交给你，太后一早就命人交给你了，留在身上又有何用？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，一封信都没有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有了自然会给你。问了也是白问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以后少淑女再来求亲，先通知我一声，免得她打扰太后。是，刘嬷嬷。很久没有收到爹娘的来信，不知他们情况如何。怎么啦？哦，你跟韩香见多了，也变成一个爱哭鬼了？没有，我在看爹娘之前的来信，有点想他们了。你放心吧，老爷跟夫人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的义父啊，一定是口硬心软，每个月还是会拿钱给他们。没你想的那么好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应该好好的生活。
要是老爷跟夫人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们会很伤心的。给，这个呀是周太后赏给月宫的，我拿过来给你尝尝。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呀，我那多的是，你呀多吃点东西。瞧你最近气色特别的差。谢谢你。就这点东西你也谢我？啊，对了，韩香啊被调到和宸妃宫里去奏乐了，所以今天不能来，就我陪你练舞。哎，春华，你在月宫局做事已经够累的了，别为我瞎忙了。这不是瞎忙，我也是练曲呢。就像你练舞的时候，不只自得其乐，还希望受到皇上的赏识。我和韩香练曲，也是想凭着自己的技艺，可以好好的留在月宫局做事。说的也是，你和韩香真的甘心做一辈子的月宫啊？我不是甘心，而是乐意。比起以前我们在宫中的生活，在月宫局做事已经很好了。而且奏乐是我们最大的兴趣，就像你喜欢跳舞一样，不是吗？也对。走吧，来。杨月宫。百姑娘，原来是你啊！你今天怎么会在这儿练曲呢？方上仪怕春华受伤后太辛苦，所以命我在这里帮他谱写乐曲，以便下月演出。我没有打扰你吧？当然没有了。我去那儿取点乐谱。请便。百姑娘，你的手在流血。为什么要我在后宫碰上这样好的人？为什么我不是平常的女子？是不是很疼？不是，只怪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人总有失神的时候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我看你今天是不能谱曲了，这里我来收拾。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韩香告辞了。慢走。你也太不小心了，把琵琶弦弄断，打破东西也就算了，居然弄伤了自己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哎呀，你这手帕上沾满了血，我去帮你洗洗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洗就好了。那我把这些药送回御药房，你先休息一下。
找不到铁面人的下落。那到底他去哪儿了呢？回长宫，这人自从劫走5星饭馆后，再也没出现。奇怪，这种与西厂为敌的人怎么会那么轻无把手？可能是厂公威名远播，令铁面人不敢再犯，以免落入厂公手上，后悔莫及啊！别拍马屁，这方面我是高手。属下说的全都是真话。虽然铁面人未再出现，但是我们也要严加防范，免得他在出现的时候有损我们西厂的声誉，知道吗？是，长公。还有，继续追查那个饭馆下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